原来是牛蹄又扎进了钉子里，这就很合理了。钉子虽然小得不起眼，但是带给牛牛的伤害却不止一点点，难以想象牛牛每次落脚都要承受多么大的痛苦。简单清理就将钉头给剥离出来，这要是带了螺丝坯，高低得上去打上2圈。还好有个大号的指甲钳可以替代一下，夹住钉头慢慢用力往外拔。虽然不知道扎得有多深，不过看牛牛一动也不动，情况应该还算乐观。正如你所见，螺丝钉也仅仅只有2个半厘米的长度，还不足以刺破真皮层。刮刀适时上场，开始验证这一猜想，秉着先周边在中间的原则，将四周的角质给打薄处理。螺丝留下的痕迹很是明显，不过别着急，待小哥再用刮刀往里探上一探。看到这里你肯定失望了，没有爆浆，没有受伤，知道你很急，但是请你先别急，让小哥先把蹄底打磨得光滑整洁。简单检查一番，看牛牛还有什么不适感。问题不太大，蹄底的角质还有待继续刮一刮，嫩黄的颜色，我猜它是红薯味道，你觉得呢？另外一边的脚趾也只是简单的刮上一番，脚趾缝里一点直指皮沿，直接上手一抠，药棉擦拭一下，这下可算是抠到牛牛的痛点了。不甘心的小哥又来上一下，还好牛牛不会说话，要不然高低得问候一下。消毒水进行一下简单的冲洗，要想皮炎快点好，保持干净很重要，所以再一次的擦拭也是必不可少。再忍耐一番就可以下早班了。这下是真的失望了，小哥直接拿出绷带开始帮牛牛进行包扎。最后回到一开始的问题，2只后腿上的脚镣其实是为了防止牛牛劈叉摔倒，特意加装上去的。如果牛牛能说话，高低得送上一句：当牛做马的谁身上还没有一副枷锁呢？又是被牛牛治愈的一天，完美。